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吧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；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，欢迎；涂磊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久，却感觉着距离越来越远。为什么你永远不想着努力进取一点，争取改变咱们的生活现状？我就是一个开货车的司机，没什么本事，也没什么想法，就想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，又有什么错？我希望靠自己打拼出未来，你就不断的给我阻力，甚至还想让孩子们也重步咱俩的后尘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事儿，就要逼着孩子们做到？你规划的人生，也许根本不是孩子们想要的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刘先生，44岁，来自河北，货车司机；刘女士，41岁，来自河北，销售讲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20年了是吧？对。有几个娃？2个。男孩女孩？一样一个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今天是我要来的，主要是我们2个结婚20多年了，然后现在我发现我跟他价值观上面，还有对子女教育上有很大的分歧。同时我觉得他这个人情商特别低，而且说话特别横。我觉得我真的是现在每天特别不开心，很压抑。怎么不开心？怎么压抑了？比如说吧，在之前我们分开过一段时间，不是真的分开啊，就是说我在唐山，他在老家，我俩呢各自打拼。最近这段时间呀，我在唐山已经站稳脚了，异地生活3年的时间了，我感觉着是时候到一起了。所以呢，我让他过来，他还是不想过来，还是喜欢那个舒适圈，不想离开那块儿。然后我就说你过来吧，你尝试一下，万一你要是喜欢这里了呢？然后好不容易就把他说到过来了。那过来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俩就生活了将近1个多月，我发现真的是我们哪儿都不对劲儿，很难融合到一起。你们之前等于两地分居3年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分居3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原来呀，我们2个在我们老家那块儿，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发展了。我这人吧，不愿意去选择安逸，我想着去打拼一下啊。然后我就把他叫到唐山，然后我俩就开了一家餐饮店。但是呢，由于经营不善，然后就倒闭了。倒闭之后，然后他就老拿这件事儿老提，老是把这个事儿放在嘴边上，真的是让我很难下去。然后就此我俩就分开了。等于夫妻2个人一起从家乡到了唐山去开饭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饭馆开败了，夫妻之间达不成共识，丈夫就回家挣钱带娃，妻子就留在唐山继续发展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现在妻子觉得自己在唐山站稳了脚跟，让丈夫过来，结果发现这一过来不是那么意思了。是。就是他吧，让我过来分居这么3年了，我也不适应这个市里的环境，我这人本身都是嘴笨嘛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如在老家好一点我现在就是把他给叫到唐山来，然后跟我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我俩真的很难再相处下去。咋就相处不了了呢？咱就情商低这块说吧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什么礼物，这块我不争他。但是最基本的，我也是个女人，有时候我也喜欢浪漫呀。比如说他来了，我们2个吃过饭，去楼下走走，然后就想牵着手往前走，他就会很不耐烦的把我手扒拉一边去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还知不道我的性格吗？我就不喜欢别人牵我的手，我走道也不太自然那样。我又不是其他人，有啥不自在的呢？我就怕呀，让朋友看着，展示我的浑身的不自在。不是你有啥不自在？这是你老婆吧？是了，我老婆。那你有啥不自在的？我觉着有点浑身不自在。咱这事儿过去行吧？我早上起来了，心情挺好的穿一件衣服了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好看不？
然后你就说衣服挺好看，但穿你身上就埋汰了。根本就是嘛，你天天的买那么多衣服，橱里的、柜里的全是你的衣服。咱们多大了，没有必要说买那么多衣服了呀。但是你必须要理解我呀，我现在做的是一份销售的工作，形象非常重要，所以我有几件衣服一点都不过分。有个4、5件换的不就可以吗？为啥天天老买呀？还用我天天说你吗？说你美呀、好看呐，太假了呀！等，我问一句啊，那它到底美不美啊？美。那好不好看呀？好看。这话假不假呀？但是总让我说就有点假了，偶尔说一下还行是吧？老让我说，那肯定你了吧？但日常生活中真的特别轴，然后吃饭也是老挑我。我这上1天班，然后我做完饭，他还说我做饭不好吃，那我给你做熟了就行了呗，你还挑3拣4的。你做的饭就是不好吃嘛，该咸的不咸，该淡的不淡，那菜真的没法吃让我。哥们儿，谁做的饭好吃？要我说呀，他不如我做的好吃。那你为啥自己不做呀？我没有时间呢。那你这3年在哪儿吃的饭呀？在老家啊，我爹妈。哦，爹妈给做的饭。对。哦，我没有时间做。所以来媳妇儿这是挑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你较这劲的夫妻2口子，就为这点事儿啊？关键是啊，这3年以来，他带着儿子回去了，然后啊，我带着闺女留在唐山，然后呢，我这段时间呀。我也攒了一些钱然后我呀是想把这个房子给固定上，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段，就在唐山买房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房子特别好，安居乐业嘛，总得先有个房子，有个落脚的地方。我就劝他，我说你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，然后你过来，咱俩一起住。然后他就不同意。我肯定是不同意买房，为啥呢？在那嘎达人生地不熟的，还不如老家好呢。老家倒有几个哥们儿朋友的。在一起喝酒啥的，打牌都挺好的嘛，为啥非得搬到唐山市里来住啊？再说了，万一混不下去，我回老家还有个落脚的之地呀，不能卖老家的房啊。那你干嘛老想着不好的地方呢？现在我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允许咱们在唐山落脚了呀。反正我就是不愿意卖老家的房，我也不愿意上唐山市里去住，我不喜欢那种生活啊。你愿意跟他回去吗？我不想回去。行，我听明白的第一个大冲突、大矛盾。是关于未来，我们俩不在一个调调上，还有别的吗？然后就是孩子方面了，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，然后现在呀，我想去把她送出国留学，然后她就死活不同意。不是读大学了还是？就是高2，马上就大学。我特别希望能够让她深造，然后回来能够改变她的一生。女儿自己什么想法呀？女儿也非常愿意。但是我的钱就是只能就是说一部分，我还是需要他一点点支持的。他当爹的当然应该支持。对，就他这点他就死活不同意。我为啥不支持他？你不知道啊？咱家的生活条件，那需要多少的钱呢？那您这要努着可就不好了。但是他只要掏出一点点来，我现在基本的收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孩子了。你就哪怕掏出一点点，咱们辛苦个3、4年就把孩子供出来了。再说外国有啥好的呀？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的，有啥去的呀？但是王姐家孩子就去了呀，人家混得现在挺好的呀。咱跟人家可以比吗？人家老公是老板，我是啥呀？我只是个开货车的司机，我也没钱供他呀。现在这教育就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我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将来，我愿意让他去。行，这就算对于孩子的未来也不在一个思想路径上，是吧？关键是儿子这块儿，儿子跟着他，还没上完初中呢，人家就把他给规划好了，说上个班什么学点技术。他不学习，我有啥办法呀？我硬逼着他，他也不学呀。只有让他学点技术啥的呀，以后他可以混口饭吃啊。你让再逼着他去，他也不学呀。那你这当爹的是干啥的呀？我也老说他在家呀，他就是不听啊。我现在咋弄啊？我现在的工作也很稳定，有着自己的小团队，然后收入也稳定，我完全可以让你们过来的。可是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市里的生活，给我压力太大了，我不喜欢去。就是你已经不太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觉得呀。我现在目前的生活挺安逸的，也挺好的，开个车也挣点钱。不是你去市里住，不是一样可以开车挣钱吗？但是我不喜欢市里那种生活，都是跟陌生人打交道，我不喜欢那种。在家，我总归亲戚朋友都在老家。那老婆不是在吗？他那圈子我人都不认得，我自己不能老跟着他一起待着呀。那你不
不跟他一起待着，你跟谁一起待着呀？不是，就是我出去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，我不能说还得列了我老婆去呀，都是我得自己出去呀。我在老家的时候，全是朋友们、哥们儿们。所以您是也不想回去，对吧？对，我不想回去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啥呀？他对我母亲说话态度特别僵硬，因为我母亲她精神上有问题，精神有障碍问题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母亲一直跟我们一起住。我特别希望他对我母亲的说话态度有点转变。然后你每次都什么样啊？动不动就摔脸子。现在你妈这种程度，你自己看看，她能行吗？但是你不知道吗？他能听懂吗？但你不知道吗？在我姥爷临终前，我姥爷就跟我说了，你妈得的这病就是招人烦的病，你必须好好照顾她。是你答应我的，照顾我一生，让我妈跟咱们过一辈子。为啥你现在你又嫌弃她呢？但是她这种情况真的不允许在咱们这儿待着。就拿她做饭吧，饭端上去了，但是啊，火没有关。你说咱们住楼房，万一着火咋办呢？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吗？我跟他好好说，他能听懂吗？不是，老太太现在跟谁住啊？说了半天，在跟我住。这3年不都跟你住吗？没有，在老家，是我照顾她的，然后最近搬到这里来了。哦，等于你在唐山市里打拼的时候，我跟女儿一起，她跟老家。哦，跟丈母娘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哇，我没有，这是我天天照顾她的。哦，那就可以，人家照顾了3年，你还怎么着啊？但是他这样说话僵硬的态度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所以你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是吧？是。那您觉得呢？我觉得呀，最近在这3年，他变化的很大，穿的全是名牌，真的跟我不适合有点。这穿名牌没什么呀，人自己挣了钱啊。他经常说我物质。我觉得他这人呢，确实是特别的物质啊。见着一个人就叫美女啥的，帅哥，这显得多假呀！我真的有点看不惯啊。因为我工作每天压力特别大，我真的希望我到家有个温暖的家。我希望他说话稍微有所改变，两个人在这里慢慢闯的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反正啊，我就是不愿意啊到市里这种生活，我不愿意去。行，听明白了，听老师们分析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你们2个人的事情都可以理解。那么当2个价值观开始冲突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下判断，你的价值观更高一点，他的价值观更低一点。其实不是的，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，我觉得你也错了。价值观没有好坏高低之分，就相当于一个人爱喝豆浆，一个人爱喝咖啡一样，你们说的不是同样东西，不代表你们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。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根本就不是2个人要不要生活在一起，你们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恰恰是孩子的问题。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面，我给2位的建议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可以去影响孩子，就用我们的价值观去影响孩子，但不要强加于孩子。就不要告诉他我一定是对的，你要听我的，你读完初中之后你就给我去学一门技术，这叫强加。你可以影响他，但不要强加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第2个，给孩子相等的机会，让他做自由的选择。女儿，我有条件，如果你能考得上国外的奖学金的话，你可以出国留学，但不是强送他出去。包括儿子也是，告诉他，唐山这边的高中，只要你愿意，是可以来读的，哪怕是你高中考不上，来读个职高也是可以来读的。要给孩子们一个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，不要因为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子，你就去强行影响他。也要给别人足够的尊重，不要说你必须要跟着我来。看清楚自己的生活的现状，足够的尊重孩子的选择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意见。谢谢。刘先生、刘女士，你们好啊！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人都在变。
那基本上没有再继续谈判的必要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特别关心你们2个唐山，然后老家这个距离是多远呀？100里地不远。100里地，那就50公里是吧？对。如果开车的话，1个小时也到了是吧？对，到了。那我个人觉得，目前可以这么来干，你们就做周末夫妻，因为你们目前在你们不同的环境状态下差异越来越大了，非得生生的一下子凑在一块儿啊，就天天得吵架，都挺别扭，这个看不上，那个瞧不起的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。周末夫妻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大部分时间你们各忙各的，各自发展，你不能断了他的圈子，那是他的人生。40多岁的人了，到一个新的地方再结交新的圈子，那不可能。尤其他的工作开车就一个人，平时没什么交际，最后心情不好的可能是他。你呢，在唐山发展的不错，回到老家断了你的翅膀，那你回到老家可能无处伸展，这对你也不利。周末夫妻就是2人一段时间能在一起，而且距离不是很远，这样的话呢，彼此有个适应过程。咱再发展，不还得定期回老家吗？毕竟好多朋友、亲属还在那儿，对吧？这边呢，也尝试着来看看老婆她的圈子，包括唐山，你也去了解了解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走着走着，那你们如果觉得都不错，再来决定会怎么样，别一下子就这样。包括孩子留学其实也是一样。我也非常同意尚涛老师的观点，留学无可厚非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有一点呢，就是如果要通过透支，要通过几年的辛苦这样的方式留学，我觉得还要慎重一下，不见得国外的就一定最好，一定是适合才是最好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说咱目前条件没到那儿，硬撑着往前走，压力再大的情况下，那矛盾就越多了。生活刚好一点，所以说呢，夫妻之间正好多一点的交流。希望你们这个时候呢，要稍稍的回归一下家庭啊，意见不一致没有关系，聊啊，相处啊，磨合呀。我觉得这个时候，是这么一个状态，好吧？刚才主持人问说你2个孩子是闺女还是儿子的时候，你说一样一个。这2个孩子分别跟了你和他们的性格、人生价值观截然不同，的确是一样一个。我问男生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你老婆这3年在唐山辛苦吗？辛苦。你心疼她吗？也心疼过她。你有过实际的行动去帮帮她吗？偶尔的时候，我也花点。我不是指偶尔的时候，其实你内心迟迟不愿意来，也有一种自卑在作祟。对，你口口声声说他一天到晚先生美女穿名牌，的确是有些虚荣，但也映衬出了你内心不敢接触那个世界。对，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因为这层所谓的自卑和格格不入，其实你缺失了对妻子真正的关爱和心疼。我知道。我问一下妻子，虽然你总是说你的先生不求上进、情商低，你承不承认他照顾你的母亲照顾得很踏实？承认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他跟你一起过日子，你是基于什么考虑呢？你是因为思念吗？不是吧？或者有这个原因，但不完全是因为思念，有因为家庭完整的原因，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成为你的贤内助，是帮你照顾你妈，料理好孩子。你也许不要求他能挣多少钱，希望他来帮助你，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能力各方面的感觉凌驾于他之上，否则的话，你对他说话的语气不是那样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只要生活在一起，彼此虽然说工作变了，但在家里面的身份角色还是跟我以前一样，那你还能过到一起，明白吗？就是你外面的工作你怎么变没关系，但我回到家我还是那个他，对他的态度还是跟原来一样，我相信他是愿意过来。对，你说呢？你们好好的想一想。总而言之，不要为难了孩子，就这样。
孩子去哪儿其实都不好说，就上个技校也挺好的，啊，学门手艺，留学当然也挺好的。所以人家说，对孩子最真正的爱，不因为他做出了什么成绩而爱他，说他好和坏了。你们两个孩子都在最重要的人生节骨眼儿，儿子初二，闺女儿高二，你们俩能不能先把两个孩子的事儿达成共识，然后再解决你们俩的事儿，可能就方便一点吧，是不是？你们俩是能把这件事儿沟通了，或许在婚姻或者叫情感当中还能看到一些希望。行了，时间留给你们吧。我通过几位老师对咱俩的看法，我可以原谅你，我也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来。我为了孩子，我愿意退让一步。我尊重你的想法，我希望你也有所改变，让孩子有个好的未来。所以说我希望咱俩好好的过下去。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有所改变。我还是希望咱们有个完整的家。咱们看看《爱的记忆箱》当中藏着怎样的爱的记忆吧。哇！你放的鞋？对，他每天上班天天看着高跟鞋，看着他也太职业了。再说了，他个子高，我比他矮，想让他矬一点，站着也舒服那样。给他买双平底鞋呀，是让他脚踏实地的，不要那个好高骛远的了。他穿着高跟鞋呀，确实不好看。穿着平底鞋以后，我俩走在一起也舒服一点。行，就是自己个矮。哎，这算听明白了。您那是什么呀？我这个是一个药包。啊。因为呀，他之前开货车呀，他出过一次车祸。然后他的脚有毛病，我就希望啊，他回到家的时候呢，能够泡泡脚，按摩一下。毕竟是家里的顶梁柱。然后在出车祸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也想过，我不应该要求他那么多。我感觉着那段时间，我就在想，不失便是得，只要它存在，我就觉得家是一个完整的家。所以说我不是说心里没有你。老婆的话，好好想想吧。请回吧，两位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回哪儿过呀？是回老家过还是回哪儿过呀？我愿意听那位老师的，先做周末夫妻。好，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谢谢。来，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我真的希望牵你的手回家过咱们的平常的日子。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市场了，然后我感觉我的发展真的很有希望的，所以说在这方面，我希望你不要的太为难我。好，谢谢你，老婆，原谅我。哎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好好抱一下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，来，各位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又漂亮又贤惠，可这半年多，你变得越来越懒，自己也邋里邋遢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是你当初说会对我好，会宠着我，什么事都交给你来做，现在没过多久，你又反过来嫌弃我。做什么事儿都要有个限度，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猫的身上，为什么不能关心一下我？你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还一直把我管在家里，我觉得孤独才会养猫来陪伴我。你说我变了，我觉得是你变心了。到底是我变了，还是你变心了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
傅先生30岁，来自河南，保安公司管理。王女士24岁，来自山东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哈。谈多久恋爱了？快1年了吧？快1年了。谁追的谁呀？是我追的他。哦，你追的他呀？追了多久啊？追了差不多得有3个月左右吧。哦哟，3个多月呢哈。怎么认识的就追了呢？就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，就感觉看到他长得也不错，然后唱歌也特别好听。啊。然后加上工作呢，也有时间陪我，就想追一下试试看。啊。结果就追上了。哎呦，那个时间呢，我挺落寞的吧，因为事业上有些起伏啊。突然碰到这么一个可爱的又体贴的女孩，就觉得挺幸运的，对她感觉也挺不错的。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。啊，今天谁要来啊？我要过来的。来干嘛呀？因为觉得在我们交往前后吧，她的一些变化太大，让我有些接受不了。说说变化吧。比如说刚开始追我那会儿吧，就特别对我上心呐、用心呐，会想着法的帮我做一些东西吃，没事的时候会去我家里帮我收拾卫生啊。但是这种在一起之后吧，他就变得越来越懒，平常的一些自理方面的东西他都不做了啊。你比如说点外卖啊，有时候3、4天他都不带收拾的，然后那些锅碗瓢盆啊，他用完之后永远都扔在那个洗水槽里。永远都是扔在那里，就感觉下次你要用的时候，他才能取出来。我也不是没收拾啊，一开始，不是你跟我说的，说女孩子家的手不应该用来做家务，你说你会照顾我，这些你来做的嘛？那为什么到现在又来埋怨我？是我说过，我是说过这些话，可是那些简单的事，比如说洗衣机里的衣服呢，你怎么解释啊？都泡臭了，你永远都想不起来去洗一下。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忘掉的。行，看不到的你忘了。那我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呢，都晒成窗帘了都。我不是想要太阳杀菌嘛，因为广州天气很阴潮嘛。你也知道广州的天气，时不时下雨，灰尘还那么大，灰尘还能杀菌呢。行，你这上面说自由职业是吧？对。自由职业是个啥职业？现在好像说自由职业就是没职业是吧？就在自由之中是吧？对。那家里面这些事儿不干干，你干嘛呢？天天？我养猫啊。养了几只啊？5只。啊？5只。您叫了外卖，还有5只猫，外卖盒子好几天不扔，那家还进得去吗，姑娘？但我有时候我也是会收拾的，他说的太夸张了。是有时候你会收拾，但你最气人的是什么？我在上班呢，那天我就是公司特别忙，我还专门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这边特别忙，没时间陪你，你在家照顾好自己。这电话没撂半个小时，电话就过来了，劈头盖脸就一顿骂呢，说我什么不爱他了，不疼他了，家里什么事都不做了。最后才知道，原来是家里因为我忘记调电位，然后突然停电了，没有空调，没有电，他就着急了，生气了。对自己去教啊。那我也不会啊。不是你，我没有去做过这种事。之前他不教我，他说都他来做就好了，我在家陪着他就好了。你当时如果问了不是也好吗？你就劈头盖脸直接就是对我一顿骂。行，然后呢？他喜欢养猫啊，我们家里还有一只那个叫什么品种的猫我也忘了，布偶猫挺贵的，对，一只要2、3万的啊，买完就后悔，天天的就是跟猫过。那你又不在家，我不让他陪着我，那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办？我得有多无聊啊！你有了它之后，你必须得兼顾我一点啊。我们家的猫现在就是我们家祖宗，我们家猫怎么样了，我们家天气就是怎样的。啥意思啊？就是猫开心了，它就开心；猫不开心了，回来我累了一天了，回到家里还得听它数落我。不是有5只吗？主要还是那只猫嘛。哦，因为他觉得那只猫贵。那养猫就像养个孩子一样嘛，我现在不也是在准备为了以后考虑吗？为以后考虑啥呀？对于孩子的情绪什么的嘛。啥叫对孩子的情绪，姑娘？没懂。因为很多人都会把猫当成孩子嘛，我也会啊。就是你把猫当孩子饲养一下，是吧？对呀。哦。但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？太夸张了啊！我们2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喝的那个水都是我们订的10几块钱1桶的桶装水，他给那猫买的水是什么？进口的，20、30一瓶，一小只。
猫的肠胃和人的不一样，人有些吃的东西，猫都是不能吃的。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又不是没有和你讲过。那它生病了怎么办？它那么贵，我当然想好好照顾它了。是你照顾它可以，但是现在有了猫之后，咱们家所有的事儿你全安排到猫之后了。那我没有照顾你吗？猫是你的第一位，那我呢？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，甚至是什么，在家里也就无所谓了，出门在外的，作为一个男的吧，带一个，以前他身材特别好，特别大方，带出去倍儿有面子，就是现在吧，特没面子。那天我下班比较晚，然后忘了跟他说了，他就气冲冲去我公司接我，在会议室门口等我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气呼呼走到我跟前，朝我头上就是一顿乱拍，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子。我那也不是说拍你，我只是担心你嘛。开会你也没有告诉我，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，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当然会担心了，好吗？担心是你打我的理由吗？那我并不是打你啊，情侣之间有些小动作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那天就是觉得特尴尬一点，就是什么，领导也问我了，他说小付啊，你那个什么时候换这么凶的女朋友啊？我当时就特苦笑，也帮他解释说，可能这2天累吧，没有怎么收拾，这就半年左右吧，他胖了20-30斤。哎，对我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吧？当初可是你塞着我吃，把我塞成这个样的，那现在你就嫌弃我了是吗？真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呀！我当时不是为了你身体好吗？你当时低血糖、低血压的，你确定不是因为你自己自卑吗？说的倒是好听。不是你追的他，他自卑啥呀？不是，因为我曾经跟他说过这些话，就是说想把他养胖啊，塞到我心里出不来那种。就是因为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然后就挺不自信的啊。也跟他说过，我说爱你爱的越深呢，就会觉得越来越怕失去你。就跟他表达过这些心理吧。啊，不就是我比你小，比你年轻，你才自卑的吗？没听出来他自卑啊。啊，如果就是自卑了？现在如果我要找的话，那肯定好找啊，我可以再瘦回去嘛。当然他要找的话，他这么大年龄，想找一个小的嘛，肯定是不容易嘛。我的天哪，你认为他自卑是吧？啊，自卑吗？是挺不自信的啊，不自信。那今天来要干啥？解决啥呢？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并不是说没有爱了吧，就觉得他前后的变化太大啊，也希望他有所改变，戒掉一些毛病啊。然后我们戒掉什么毛病？懒是一个毛病，还有呢，就是能多关心关心我。你总是说我这一点不好，那一点不好，那你自己呢？他在家里面抽烟抽得特别频。一天有的时候2包烟都不够，整个屋里边乌烟瘴气的。养猫人都知道，猫的呼吸系统比较敏感嘛，肯定会生病的呀。我这烟不是也戒了吗？你提这茬干嘛呀？烟戒了，那然后酒呢？你不又染上酒了吗？因为要戒烟嘛你。啊，因为戒烟你喝个1瓶2瓶的，这也都是无所谓的事儿。那你为什么要酗酒呢？喝起来没完没了的。那时候不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而且戒烟，有时候特别想吸烟嘛，就觉得喝点。工作压力大真的不是原因，你出去跟朋友喝喝，然后你回家还要再继续喝。我就是偶尔心情不好会跟你发发牢骚，耍点小脾气而已嘛。你跟我发牢骚也就罢了，那第一次我带你去见我父母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子？一开始吧，我爸妈对他吧也挺喜欢。
行了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你们吧。年轻人哦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以前看一个小说，小说里面有一个摄影师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个粉丝，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特别爱这个摄影师，然后就疯狂追求他。后来摄影师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喜欢你的眼睛，你去眼睛整一下吧。”那女的又整了。后来摄影师说：“哎，我也不喜欢你鼻子，你鼻子整一下吧。”他去整了。几年时间，整了大概几10个地方，那个女的整个人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。彻底变了，变完之后，那摄影师看着他说：“我好像还是喜欢以前的你。”你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谁是最可怕的？自己吧。对，摄影师不可怕，一个人只是张张嘴，提出自己的欲望而已。但那个人为什么要为一个人张了张嘴，去改变自己几10次呢？你有看到自己吗？你喜欢现在自己吗？不喜欢。你有告诉现在自己你应该做什么吗？慢慢就忘了吧。你一开始是被爱麻醉了，现在你是用爱来麻醉自己，两个不同的事儿。什么叫被爱麻醉了？就是别人说情话，你相信了。然后你开始放纵自己，这叫被爱麻醉了。现在发现我放纵了自己，我回不去了，甚至于放纵自己这个生活觉得很舒服，不想回去了。但我又知道不好的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有人爱我，开始用爱来麻醉自己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男人今天跑来跟你说我要跟你分手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变啊，他怎么变了？他的审美观变了吗？没变啊，他喜欢瘦的。他的价值观变了没变啊？他喜欢在家里不养猫的，对吗？所以他今天就算跟你分手，也没问题啊。问题是你怎么了？你的改变不是改变，你的改变是放纵。抓到了某一个人的几句话，然后就告诉自己，我终于有那个放纵的机会了。姑娘，你从一个值得被他爱的人，变成了一个不值得被他爱的人。现在他也许还爱你，但将来有一天他如果不爱你了，不是因为他变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值得爱了。我们不从体型各方面来评价一个人，但是一个人的意志的消沉，不是爱情可以弥补的。意志的消沉会让爱情一起失去，所以不要在生活里面迷失自己，不要在爱情里面迷失自己，不要因为一段爱情的麻醉而放弃自己。这是我要跟你说的全部的话，谢谢。小付、小王，你们好啊！我并不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相爱，你们只不过彼此在一起，能够找到利于自己的那个。
我刚才听到说女方追男方追了3个月呢，对吧？这3月时间其实也挺漫长的啊。对。其实你也蛮有主见的，想追求自己想要的人，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。但是为什么在一起之后就没了主见呢？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理解，这也是你想要的样子，你愿意这样去做。你想过没有？没关系，他不爱我了，我收回去就可以。这句话听起来，我倒觉得真的不是真爱了。好，暂且你说的是对的，收回去，我又自信了。但是10年以后呢？20年以后呢？身材可以瘦，年龄还能回去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他比我老，他以后找不到我这样的，他自卑。再过几年，因为你无法在社会当中生存，你少了很多技能，那时候轮到该你自卑了，这真的挺可怕的。我们再从男方角度讲，你用掌控式的恋爱，最终终将失控。第一个，他的开销花销越来越大，如果以后生了娃，结了婚生了娃，靠你一己之力，你养得起吗？回头想生2个娃呢，那完全就失控了，你根本就掌控不了。所以你这就属于叫占有式的爱情。所以你在你身上来讲，的确是自卑的。你觉得你没有资本恋爱，因为当你有资本恋爱的时候，你和他是平等的，他做什么你都非常放心。所以用正确的方式来恋爱，要靠你的魅力，靠你的能力，平等式的恋爱更稳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这个好像崇尚一种言论，这种言论一说，就很多女生就哇，好幸福啊！什么言论呢？就是当一个男生在求婚或者是众目睽睽之下说“我养你”，或者是在婚礼的庆典上说“你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挣钱养家”，于是就大家哇掌声哗哗，哎呀，这个男生好有责任呐，这个女生好幸福啊！其实这是一种假象。一个男人愿意养一个女人，却未必爱一个女人。一个男人养得起一个女人，好像变成了一个男人炫耀的资本一样。养得起，但未必是爱你。就像你养那只猫，也未必你爱那只猫。你给它吃20多块钱1瓶的水，未必你就真的是爱它。我始终认为，婚姻的誓词和让人感觉到幸福的言语是：我努力让我的爱人幸福不受委屈，而不简简单单是说我能养他。当你接受一个男人对你生活整个的安排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自我了。这有一句话，其实正反两面都能说。一面是怎么说呢？爱情让人迷失自我。就当你爱上了一个人之后，你什么都听他的，听他的安排，逐渐的你没有了自我。但我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，其实恋爱让人认知自我，因为你爱他，所以你想理解他。其实你在理解他的本身，你也认清楚了我要的是什么。我问你，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可能就是希望能变回最好的自己吧。什么是最好的自己？我们别说那么远，我们就说近的。咱们目前最想要的，第一是不是健康的生活？对。干净、卫生、有规律，这是最粗浅的吧？第二，我们要一份钱花吧，自己挣吧，想买什么买什么吧，对吧？即便给自己心爱的猫买名贵的水，我得自己花钱吧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吧？你认知到了没有？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啊？因为你懒成习惯了。所以你既然现在已经通过这份爱认知到自己要的是什么，要什么样的生活，要什么样的爱人，那你就应该去做。把你自己的谎言戳破，告诉他，你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你真的是需要一个百般按你的说法去做的女人吗？
当他哪天真正成为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的时候，你对他已经没有新鲜感了，没有意外了，没有了解的欲望了。那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自主的空间呢？最后说一句，养一个人未必爱他，真正的养是精神上的供养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啊，就这样吧。哎，我就问一句话，你那个猫砂和那个3、4天不到的那个快餐盒，一个屋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难闻吗？就我想想都挺可怕的，你知道吧？就那是一个什么环境啊？你给他喝几十块钱一瓶的水，你给他喝1万块钱一瓶的水，他也得生病啊。他不生病，你不生病啊？那不是生活。所以我们先生活吧，再恋爱吧。如果连生活都不能生活，就别谈恋爱。今天听几位导师说完之后，其实我也意识到自己一些问题，挺严重的。其实我们俩吵架最多的就是我缺少了你的关心。其实我呢，只是觉得太孤单了，没有工作，没有什么，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做。我真的觉得这越来越不像我自己。有些事情我现在都不敢承认，我是不是还是在爱着你的？可能现在只留下对你的一种感觉吧。如果因为孤单而恋爱的话，最好别恋爱，越恋爱越孤单。你们好好想想人生应该怎么办吧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。来。你这镜子什么意思啊？照照你自己是这意思吗？不是哈。其实也是有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因为毕竟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有些原因也是因为你吧，还是你说的话，让我去有这些想法。他有没有说过让你收衣服？为啥不收？他有没有告诉你洗衣机里面还有一洗衣机的衣服泡着呢？你为啥不洗？他有没有跟你说过？叫了外卖的盒饭，吃完赶紧把盒子扔了。您23、24的人了，哎呀，行，让他照镜子呗。你那棒棒糖啥意思？因为他低血糖，我会时不时的身上会备着棒棒糖，就想让他还记得我这份关心，这份爱吧。就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呗？对。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恋人交往的最大魅力就是心有灵犀，所有的一切都说得直白而通透，那么交往的魅力也就消失殆尽。我不建议事事都去猜，那是矫情。但是如果男人能够用心的去观察，就会发现女人真正的需求。显然有些男人是懒得更进一步的走进女人的内心深处。所有的默契都需要用心的去了解，一切的合拍都需要生活的锤炼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来，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对不起，老魏。不是你对不起，是我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去改，我也知道，因为老师们也都说过了，我确实。我只希望以后的我们面对一些问题，会去积极沟通，一起改变，一起解决，还是希望跟你能一直走下去。这两位请回吧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。
希望今天老师们的话能真的帮到他们。有网友提问说：“我结婚2年了，和他的父母同住，出现问题呢，一直是和我吵架。他逃避问题，冷处理，哪怕我回娘家1个多月，他也不来接我。过年呢，我们也是各回各家。我现在已经很麻木了，我是否应该离婚？我发现自己忍受不了这样没有温度的婚姻，我该怎么办？自己都说了是没有温度的婚姻，为什么还要忍呢？”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